如果不是我们上期想把做到死老鼠蒙对了本案7、8成剧情展开的话，我想我也没脸出这期深度解析了吧。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最新一集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与我们一同再睡个回笼觉吧。这一拍的开头，我想先问一下各位，认为柴崎贵晴这个简明篇拍的怎么样？我觉得这集真的拍得好，这2集都拍得很好，认真柴崎。这集手脚站的编排确实是有惊艳到我的，就各位也要考虑到，这毕竟是玩具宣传片，然后道具和形态展示拍的有趣、帅气，让人有购买欲望，也是节目组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这个仓鼠球挺好玩的，是，还有那个用科技投影胶囊来复制脸蛋的设计也挺戳的。当然，距离质量那么好，也不是柴崎一个人的功劳了。不过有一说一，入梦出梦的设计应该和假面骑士嘎布的临时空间一样，是有柴崎构思的。就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还是时不时能给你蹦出几个好活，对吧？确实，永远保持质疑。那目前常规监督已经轮了一圈，我就有点好奇什么时候让副监督叶山开一郎上了。之前也给各位稍微科普过，叶山是为故事呈现手法较为独特的监督，且他拍的剧本情感渲染力还挺强的，就希望他能给 Z 带来一些更为新奇的梦元素咯。那简单聊完剧外的部分，我们正式开始复盘本案。首先是有关怪事客的部分。由于这次的案件涉及国家机密，连失踪的前怪事科成员响应贤正也牵扯其中。富士间铁野相较过往表现得更为焦躁了一点，这个从他一大早就在咬明便能看出。所以说我很讨厌这种你一直摁得很烦的。是，最关键的是他们还名不正言不顺，沃美是完全可以不配合调查的，那铁野基本礼仪这一块还是得有的嘛。而且要不是顾及到莫也得入梦搜查，我想铁野大半夜就拉着男人陈华冲过去了。然后是关于陈华这边，就哪怕他目前有在暗箱事件的处理上提供很多帮助，但相信各位看了这几集的相关情节也发现了，陈华只会从现实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暗箱事件中那些不符合常理的现象。说白了，法科队是讲科学的。你在说什么呢？虽然发生了这些事，但他还是不信的。没有，你与其说他不相信，不如说他在一个比较艰难的适应的过程。不过这集透过莫和沃美的对话，以及沃美身上出现的异常状况，他之后应该多少能跟上铁野跟莫的节奏了吧？就要把他的思路打开一下，不能再用常理去推这些东西了。看咯，可能近期内节目组就会让他做个噩梦也说不定，亲身经历一次，估计会比听别人说更好理解吧。对。然后是关于莫美的深层心理，如果用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模板去套的话，他的噩梦应是源于害怕自己的艺术得不到世间认可，或者说永存于世的深切恐惧。就各位想想，虽然所谓的幻之名画都是他的杰作，但是这个秘密如果能一直不暴露的话，那变相来说他的艺术是不是也算得到世人的认可了呢？不过关于他最后一扇心灵之门的开启条件，其实我没搞太懂，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呀？梦魇台词把你也变成我永恒的艺术，就是他自己也成了艺术品。他那双手，他的技术也是他的艺术的一部分。来哇嘎达。那关于梦主这部分，最后再聊一点。这次名画失踪案在外人看来，应该是幻之名画再一次于世间消失了。本来名画还是失踪状态嘛，对，他们只是回归了原本该有的状态而已。对于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来说，这其实是比较便利的处理方式。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上周真的猜到了个大概，就挺离谱的，不然我也没脸出这期视频了。主要是线索太少，而且还扯上了主线，难度直接翻倍。虽然有点线索，但是我们推的很响当然，填了太多东西。但你还别说，这毕竟不是常规推理剧，也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分析就是了。讲真，还真的找对了，也算各位有点本事啊，是吧？对，我反正是觉得这次站在观众视角去推理的关键在于要分清沃美的秘密和所谓的国家机密不是同一个东西，不然大概率会被国家机密这4个字给带偏。上集他跟妹妹的台词，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暗示，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参与到国家机密级别的事件？对啊，但单看上集也不好界定就是了。对。然后各位知道吗 ？OP 印象里不是有一段会列出末的任务吗？前面几个都是在的，包括下集要出的任务也有，唯独这次的 Get Back the National Secret 并没有出现。各位是怎么理解的？他在特工过家家的形式里面塞了一个自己的任务进去。对，或者是说 OP 里只会列出莫已完成或是即将完成的任务。换言之，这次的任务莫并没有完成。莫进到那个房间说这就是国家机密吗？这我能说什么吗？什么都不能说。对，就我也不能说是莫他有点小聪明，但不多。毕竟当时因为铁野在现实中咬人轻梦，导致他已无法继续展开搜查，留个小道具进行追踪，也是当时最好的处理。但讲真，诺克斯都进过这个房间了，那留下来的东西还能是国家机密吗？
因此莫最后能接一句 Mission Complete 也给我整懵了。即便是有 Zero 给他回了句 Good job Seven 在先，想他在当下产生了任务已完成的错觉。当然，莫在这集的小剧场里头已经意识到这次的任务是失败了的。对对对可能事后有和 Zero 沟通，或者他自己悟出来了吧。对，另外，我个人认为这个房间是小叶先生的作战室，只是和莫的作战室风格不一样而已。换言之，小叶先生过往是在这个房间里头与 Zero 对接的。各位也无需去想这么小的房间能不能塞下一台摩托车的问题，毕竟 Zero 在小叶先生面前应该也不是以摩托车人的形象出现，是包括 Kodo 在小叶先生的梦境里头是不是叫 Kodo 也不好说。嗯，不过这集播出以后，我有看到个日本网友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脑洞，关于 Kodo 这个组织，我原以为是莫空想的具象化，但或许事实正相反。Kodo 可能真实存在，并通过干涉他人的梦境预先植入了组织存在的概念，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顺利将拥有明星梦能力的人招揽为特工。也就是说，先在梦里撒网，挑选出有明星梦潜质的人，然后把他定向培养成特工。或者说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他们也能用。对，包括我还有在想，林梦不是也具备明星梦的能力吗？有没有可能他是在4年前的筛选中失败了，才变成了现如今的状态？也有可能。那在聊下一话题以前，容我先打个岔。招聘部的研讨并非我有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发生主力军的论调。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意义的内容，请务必给我们多点正面反馈支持，这是我更新视频版解析的原动力，好吧？另如果各位周末周边饭后仍想听下招聘部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回到正题，基于这次的案件发展，我们也能再深入聊聊 Zero 了。其实，在看上集的时候，我就对 Zero 在开头对莫说的那句“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抱有疑问了。只因当时连梦主的心灵之门都还没有开启 ，Zero 又是如何判定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的呢？那看了这集的展开后，我也确信了。至少在这次的案件中 ，Zero 是明确知道梦主是谁的啊，对，并且他还知道沃美的画作里头藏有国家机密，这才将任务名取为了 Get Back the National Secret。其中确实存在着他早就知晓小岩贤正失踪以前与沃美有过接触，甚至了解全过程的可能，这才判定本案另有隐情。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能把自己一直以来的疑问分享出来了。每次在莫潜入梦主梦境的初始阶段 ，Zero 便会直接爆出任务名称。那有没有可能梦主的身份乃至其深层心理 ，Zero 在一开始便已知晓？就比如说他拥有读取梦主过往记忆或是深层心理的能力，只是为了让莫能够玩上特工游戏才刻意隐瞒的呢？这部分我目前先是保留意见。当然会让我产生如此想法，除了上述疑问外，还有一点在于莫每次在上半集中段抽到的梦胶囊，都刚好能用来应对当集的梦魇。我也不跟你说是什么莫运气好才次次都抽到合适的胶囊这种屁话了，就很明显莫每次能拿到什么胶囊都是 Zero 事先安排好的。且诡异的地方在于，有些时候甚至连梦魇都还未现身 ，Zero 就已经准备好要给莫的胶囊了，说不通的这个。除非 Zero 连这次会出现什么特性的梦魇也了如指掌。对啊，目前尚不清楚后续的剧情会不会在这点上做文章。那如果要做的话，我想我前面提到的这些疑问应该都能迎刃而解了。夺回国家机密的优先级在 Zero 这里是远高于阻止梦魇完成终极噩梦的。就警官被梦魇附身之后，当时 Zero 说的也不是救警官，而是世界出问题了，他的维度从来都不在人。说白了，莫肯定两手都要抓，但如果是 Zero 的话，他会优先维持世界的安定。对。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和梦魇来到现实，导致更多人感染上噩梦相比，让腰带落入洛克斯手中，肯定是会引发更大的灾难的。那么 Zero 的选择无疑是当下最优解，只是他现阶段不想让莫知晓更多真相，才演变成了如今的局面而已。他也不能责怪别人就是了。对。且该说不说 ，Zero 在得知恢复胶囊落入洛克斯手中后，就一直很急。他甚至被莫这个小笨蛋察觉到了，他很急。对，而且这一幕还有个细节，就是他的3项幽晶式倒茶法把燃料也给洒出来了，侧面体现了他此刻心神不宁嘛。莫这集应该可以开始意识到 Zero 有点问题了。我希望他能意识到，就是内心种下了一个种子，又还没有到开花的那个程度。不过结合下集预告来看，Zero 是想瞒也瞒不了的，肯定要公开一部分真相了。对，所以这次得先铺垫，不能突然就给莫爆个大的嘛。Hojo M 这种别搞。不对哦，下集监督是山口公平哦 ，Hojo M 就是山口拍的。懂，那不好说了，可能会有名场面。海上的不利。
那预告里有关洛克斯的部分，我放最后一起聊。下集除了这部分，其实还有另一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就是我们从第一期开始已经聊到烂的东西了，即梦胶囊里面的究竟是什么？对，好难猜啊！好难猜呀。这个设定其实是先从腰带的包装盒上爆出来的。它这个东西8月份的时候卖的，直接就写在上面了。你旋转这个胶囊，梦魇的绘图就会显示一个动态。对啊，我们往期很多观点都是以此为前提才得以展开的。包括我最开始怀疑 Zero 有事情瞒着莫，也拿了他并没有向莫解释梦胶囊里头的东西是梦魇作为论据。对。还有各位想想，扭蛋机里头全是梦胶囊，说明了什么？Code 收集了一堆的梦魇。对啊，换言之 ，Code 早在莫成为特工以前就已存在，并且组织底下应该不止一个特工，不然扭蛋机那里解释不通。我们这才开始推测洛克斯会不会是前任特工的。对，不过我发现好多人看完下集预告以后，竟然还在讨论梦胶囊里面的会不会是梦魇，也挺让我费解的。我们不用推了，第1集我们就说那个东西是梦魇。对，就哪怕腰带的包装盒没爆出来这个设定都好，我们当时应该也会往这个方向去推测。一方面是因为假面骑士3要素之一就是敌我同源，对啊，另一方面则是梦胶囊内部这些怪物形象，除了解释成是梦魇，也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了吧？对啊，当然，剧内确实尚未解释说明这部分，会有观众好像还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也正常。那我就以此为大前提，再聊3个点，给这一趴收个尾吧。一旦用来封存梦魇用的胶囊遭到破坏，使用梦魇力量的假面骑士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呢？包括梦魇是否会因此被解放呢？精灵球爆了，小精灵就放生了嘛。不好说，各位到时自己看。迄今为止，莫在打倒梦魇过后都是没有经过收服梦魇这个步骤的，为什么呢？因为梦魇被诺克斯给收服了。对啊，如果说诺克斯自己也具备制造梦胶囊的能力的话，那后续我们应该就有机会再见到前面几集被打倒的梦魇做成的梦胶囊了。上集莫想再抽多一发梦胶囊的时候扭不出来了，随即 Zero 上前制止他，并说道：“别太担心，他一次性抽不了几个。”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不准让他用，让莫德赖久一点，就不要太损耗他了。就可能持有太多梦胶囊的话，特工会被梦魇侵蚀之类的咯。是，这个各位也是往后看吧。只因招屏幕的解梦系列发完这集后就暂停更新了。不要说起来，上期发完就该停了，实在是招屏幕对最新一集的讨论太有营养。我想着要是等过期了再放出来也怪可惜的，才后续了一期。那这里我也再补多个与各位嘉宾讨论时遗漏了点吧，即我们应该是可以通过梦魇小腿上的颜色来分辨该梦魇是属于什么系的。以近几集登场的梦魇为例，霉菌梦魇的小腿是红色的，那它就属于肉体强化系，对应红色的梦胶囊。剧毒梦魇的小腿是绿色的，那它就属于精神力系，对应绿色的梦胶囊，以此类推。那不知道屏幕前各位是否有发现这一规律呢？这集美郎不是想看看莫的衣柜里有什么吗？不过他最后放弃了。可在下集他还是落实了这个事情，并见到了 Zero， 但确实也不怪他。莫在上面贴的那个字条，纯纯的此地无银300两啊！你不贴这个我也不想看，你贴了我绝对要看一看。好奇心害死猫，还真是猫。该说不说，这集的小剧场里头，美亮穿的衣服上也印着2只猫。且看小剧场结尾那个态势，应该是准备要进入 Mission Free 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后面讲的是跟 Zero 的故事？哦，有可能哦。刚好下集他就跟 Zero 接触上了，顺理成章啊。其实我会更在意下集因为现阶段看来，不让美亮知道太多会更好。就即便让他进了作战室，事后 Zero 或许也会把他的相关记忆给抹除。不过考虑到他俩有在小剧场共演的可能，后续剧情会走相反的路子也说不定。而我现在在想的是，他们私底下有接触这个事情，要不要瞒着莫呢？且基于我们先前的推测，美浪也不是啥普通人，他和主线的绑定或许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深。对，趁此机会，我也再复述下先前推测的要点吧。美浪身上与猫相关的元素过于浓厚了，且其梦中存在着一只柴郡猫型的奇怪生物，我先假定这就是梦魇吧。那在现阶段看来，美亮的梦境已被梦魇侵蚀，证据中却没有让莫去潜入其梦境打倒梦魇，就十分奇怪。除非美亮的噩梦早已成真，或者说这只柴郡猫它是美亮的本体。目前看来，美浪确实是出于好意才一直在阻挠莫帮助他人，但结合莫帮助美浪并不会遭受厄运这点，以及第一点的推测来看，美浪与梦境世界，或者说是与 Zero 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也说不定。就先假定他是被 Zero 派来监视莫的，职责就是在现实中给莫灌输不能够帮助他人的想法，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而已。其实我现在最害怕的状态是，美浪一开门说的第一句话是“好久不见了，双鹤先生”。我比你想的变态一点，其实妹妹才是司令。那有点变态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这集的小剧场里头，莫表示自己没有保住国家机密后，接了句：“但我要保护好我唯一的家人，也挺让我在意的。”又要立 flag，确实是他仅剩的家人了。那其实我一直在想，你爸妈哪里去了？我有一个很离谱的想法，到时候林一摘面具 ，I'm your father。那你哎，也不是没有可能哦。我觉得关于林的身份都不怎么去猜测他是现实里的某个人的原因，主要还是他第一集出场是永德。对，这个其实我们有讨论一些别的东西。对 ，Zero 的正体应该不是人类，而是只黑猫。而且你们刚刚扯到 Zero 和莫可能存在父子关系这点，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事情。结合美浪在第一集对莫说的台词，即你绝对是在连神明也遗弃的星球的根源中出生的来看，我们后续有没有可能会看到长着猫耳朵的莫啊？那有点变态啊，有点夸张不。是不行的。所以当时想过他拿胶囊接闪电，用一种比较搞笑的说法，是不是他在接受来自家乡的信号？其实我们一直猜的外星人啊，经过这么多集，我就没有放弃这个猜想，只是不怎么提了而已。主要是现阶段还不需要提，因为这个估计涉及到了Z的世界观，即现在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成因之类的。目前创作者们也只是先提前埋了些伏笔在剧中而已。不过你如果非要让我先猜一下的话，我会倾向于是人类登月之后，从月球带回来了某些东西，才使得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变得不明朗了。捡到了一个不知名盒子，带来 JPL 分成了3个国家。那是中国啊，我的倾向还是现实比谁现实。这个虽然也是我最早提出的假设，但其实我对这个假设也持很大的怀疑态度。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现实并非现实，的确是梦题材故事比较常见的设定。且目前剧中所谓的现实与梦境的界限确实也不明朗，这才让我产生了上述想法。现实是现实，会好写很多。我不好说，反正创作者们在构成故事的时候，肯定也有这种备选方案的，就看看他们最终会选择哪种方案来解释戒指的世界观咯。这次由于篇幅关系，上述很多观点我都只是把推论给分享了出来。往期的视频里会有更详细的推导过程，新观众对此感兴趣，或者老观众已经有点忘了我们聊过了什么的话，建议等视频结束后再去回顾，好吧？去翻之前的视频，其实这几周我也发现，我们新视频的评论区会有些人说一些我们前几周说过的东西。哎，很正常的，他们估计没看过我们往期视频，或者只是看那个封面标题就点进来抠字了，这就有点意思了。因为我之前也发现有些傻逼看到我标题扯戒指热度低的话题，就点进来狗叫了，巴拉巴拉说我什么妖言惑众，很明显他们就没看我们具体聊了什么，就开始指点江山了。是，当然我也不排除这些人的理解能力是有点问题的可能性哈。那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吧，严格来说，解梦系列和梗合集、剧情复述这样式的视频完全不沾边，我们是真的在聊点有营养的话题。当然，我不好去评判每个人对有营养的界定标准。有些人认为吃屎才能让他们获取营养，那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生产屎，想吃屎请去化粪池。然后是关于节目热度这个问题，也算老生常谈了。至少我通过日本 X 趋势的反馈来看，这子的讨论度是真的有够低迷的。明明这2周也都在走主线，结果这子10条数连2万都没破，已经连续3周了呀。包括上集诺克斯把身份爆了之后，都没有什么人讨论，就有点夸张。是因为这种相当于是爆点的剧情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讨论，还是有点始终会给你一种冷清的感觉。对对对。那看看下集洛克斯也变身过后，热度会不会稍微回暖一点咯？这个就等下次出这子视频的时候再给各位反馈了。但我依旧是那个观点吧。如果各位能像我们这样热衷于推理和发散的话，可能会更容易 get 到戒指这档节目的乐趣吧。有一说一啊，我是前2周有事嘛，我零零散散了解了一下故事，然后来听一下你们的发言，直到今天下午才读完。我在联想那个发言，我觉得真挺有意思的。是啊，就是我说的那样嘛。对对对。赝品师，你爱着艺术的深层心理，将现实的礼物带入了梦里的世界。结合诺克斯在进入作战时候说的这句话，以及沃美对小岩贤正的回忆来判断，诺克斯以及小岩贤正在1年前联系上沃美，让其临摹出了3幅名画的赝品，并在之后将他们给捐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让沃美能耿耿于怀。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让沃美感染上噩梦，保证那3幅赝品能被沃美带入梦中。说白了，就是他激发并利用了沃美的执念，让其可以再次通过藏在3幅赝品中的密码，开启作战室的大门，获取其中的腰带和梦胶囊，并将它们修复，以此让自己的复仇计划迈入正轨。也就是说，这是他在1年前设下的局，为的是将国家机密封存在作战室，防止其落入他人之手。那如果他真的是在做局的话，问题就变成了他在防什么？他在那个时候就在防着林威了。这里我觉得也分情况。不过要聊这点的话，得先结合我上期的推论，进诺克斯不等于小岩贤正作为前提。好奇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假设的观众，建议事后再去补。包括我接下来的分析也会在最后做出相对应的解释，各位往下看就行。首先，如果这里的小岩贤正具备自主意识，
那么我会倾向于他在防诺克斯，为的是不让诺克斯获得国家机密，引发更大的灾难。而他在防诺克斯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也在防着 Zero。只因诺克斯的诞生，或者说响应贤政被诺克斯附身，与 Zero 的刻意隐瞒或者说是利用，可能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实则这个假设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即具备自主意识的响应贤政并没有做局的动机，这个由我最后解释。而让我判定射向这个局的响应贤政并不具备自主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沃美回忆的最后一幕，响应贤政的那个笑容，算计的笑容。对，那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响应贤政已经被诺克斯占据了意识，亦或者被其蛊惑成功的话，他设下这个局就是为了防止 Zero 回收国家机密了。而关于诺克斯的正体，我目前也有2种猜测。第一种，诺克斯是从响应贤政身上诞生的梦魇，类似蜃楼。对。然后第二种，诺克斯和响应贤政是类似于梅花 A Undead 和木月之间的关系，区别就在于诺克斯究竟是不是从响应贤政身上诞生的呢？不过我个人会倾向于是第一种情况。另外，相较于上期，我这次为诺克斯不得已响应贤政又找多了几个旁证，也请各位务必带着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以下内容。一 ，OP 印象里出现的 Z 与自己的黑影对拳的情节，至少在以往的视频中，我是没有办法对此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可如果 Z 迟早会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是不是也变相说明了我们的前任特工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呢？那这个黑影是什么呢？让我产生了上述疑问过后，我又倒回去看了下 OP 的这一分镜，由于我先前未能解读出其存在的意义，实在是选择性跳过了这一分镜的。可若结合上面的猜想，我又大概理解了这个分镜存在的意义了。那不知道各位是否也 get 到我在想什么了呢？2. 节目组在诺克斯登场时，经常会在其身上打上红光嘛，即我们确实会第一时间将此理解成是在表达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维度。但各位知道，在平成早期，这种异色光主要是用来打在怪人身上，以凸显他们的另类、诡异，乃至表达他们的情绪用的吗？换言之，节目组这么做会不会也是在暗示诺克斯并非人类呢？而且各位知道吗？诺克斯在下集变为 Nox Nido， 并非喊的是变身，而是拟装，且 Nox Nido 的定位也并非假面骑士，而是特殊战士。各位想想是为什么？然后我再问一下各位，如果说这只是蝴蝶的话，那么诺克斯变成的这个形态像什么呢？我觉得头有点像猫头鹰。飞蛾。对，好吧。而且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蝴蝶是主要在白天行动的，飞蛾则是在夜晚活动的。对。而要将诺克斯变成的特殊战士与戒指做出区分的话，我估计 Nox Nido 使用别的胶囊可能会走 Demos 那种模式。Demos 哦，就手上脚上加武装，也可以纯做召唤师，也可以召唤凤眼也行。3. 我会从响应贤政的名字切入，为方便各位理解，这里引用下某位日本网友的推文。响应贤政这个名字令人神往，寓意希望他成长为聪慧、睿智、温暖、善良且能明辨是非之人。可如今贤政却化身为诺克斯，他在这中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就显得很讽刺，是吧？对，但如果他只是被梦魇占据了意识，或者说是被蛊惑了，那他后面最起码还能把锅给甩出去啊，不然我也想不通他要怎么洗了。就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嘛。对，那希望我下次再更新的时候，这些疑问都能在剧中找到对应的答案了咯。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 Z 最新一集的全部解读。当然，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这或许才是我产出这种费利普塔的视频的意义所在。祝好梦，拜拜拜拜拜拜，辛苦各位了。